我这一剑9000年的功力，你挡得住吗？我叫常青，人称鸡爸。哎呦，小青，你这杀鸡的手法绝了，不愧是我们紫竹镇的鸡爸。大娘，你再等会儿，马上就好。造化长生剑，能力1，岁月神偷，斩杀生灵，获得对方剩余寿命，每杀一只鸡就能获得几年不等的寿命。可是，我穿越来的这个世界好像是一个无法修仙的世界。既如此，为什么给了我一个修仙类的金手指呢？我超威的！一只鸡30-40个铜板，他刷刷刷几下就能赚5个，也怪不得我们眼红，眼红也没用。你忘了1年前他刚逃荒来，镇上那几个恶霸踢他摊子，结果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。误会了。现在大家私下里都叫他紫竹镇西门菜市场杀鸡小霸王，简称鸡霸。鸡霸，这个世界的人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你说那个鸡霸红旗，嗨，人家都给了，不要多不好。小青，我记得你刚来镇上时说你是什么道士。对，道士是干什么的？斩妖除魔，捉鬼祭天，匡扶正义，替天行道。斩妖捉鬼，若是以往，我肯定会说他疯癫了。小王寡妇家的大胖小子哭了整整1天1夜，大家都说他家可能进了什么脏东西。大娘，这世上哪有脏东西？哎呀，你是没看过那孩子，如今都瘦得脱相了，看得我心疼死了。要不你去帮忙看看？行，我去看看，但管不管用另说啊。好，好。大白天的，怎么这么阴冷？乖，不哭哦，不哭。我能看看孩子吗？这孩子是病了吗？应该不是。那个连夜跑了的大夫之前说过，这孩子很健康，不会是被饿的吧？不会，小王寡妇奶水足得很。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。希望会有用吧。天慌慌地慌慌，我家有个夜哭郎。定。这是念的什么？能治脏东西吗？不知道啊，这应该就常青说的那什么道士用的口诀了。我操，真有效果啊！那这岂不是意味着真有脏东西啊？太好了，终于不哭了。常青说的这道士还真能治脏东西啊！早在1年前，小青来到咱们紫竹镇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，咱几个加起来都不是小青哥的对手，他当然不凡。哎呀，大小伙还没娶妻，该是要避讳一些，不然惹人非议，以后不好给你说媳妇儿。大娘，有没有可能他其实……小王寡妇也太不容易，孤儿寡母的，也没个亲戚照顾。大娘，其实我想说的是……行了行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我现在的修为还对付不了他，得再感悟提升修为。去小王寡妇家之前，我使用了金手指第2个技能，发动百年一梦感悟知晓而夜啼咒，却有诸多玄妙。既然这个世界有脏东西，那必然也会有精怪妖魔，自然也就有修炼之道。没有门路，不得其法，那就靠寿命去砸，去感悟。1000年不行，
那就2000年、3000年，100年一梦，发动！这是真气，这就是9000年寿命换来的修炼之道，直接吞吐天地灵气，吸收日月精华，力量增加，可以对付精怪。但对付脏东西，我穿越前背的那些咒语或许更有用些。再消耗200年寿命，感悟2道咒语，窥破虚妄，洞察阴阳。哼。阴阳眼到手，小王寡妇，我来了。小青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现在母子安好，你再来寡妇门前可不合适。大娘，没出什么事吧？说来也怪，自从你来念完那儿以后，孩子睡得踏实，就是小王寡妇不太正常。哪里不正常？年轻人血气方刚，大娘能理解。小王寡妇其实也不错，以后你们俩搭伙过日子。大娘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样啊？你说他不正常，是不是他看起来像一个死人？怎么可能？我还给他擦了身子，他还道谢了呢。那，你发现他身上的斑迹了吗？那些灰褐色的斑迹是尸斑。你早就发现了，之前怎么不说？之前没把握，而且他又不会伤害我们。开什么玩笑！他差点把老李家大儿子的胳膊给撕下来。大娘，你冷静点，那肯定是他做了些什么激怒了他。跑，咱们一起跑吧。如果只是小王寡妇，顶多算僵尸，我自己能对付，但孩子得先救出来。但如果这院子里还有其他脏东西，那可就是真见鬼了。我去叫人，你小心。小青，有问题就跑啊！小青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到底有多少把握？5、6、7、8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行的。你是道士，你说要斩妖除魔的，我相信你。天清地灵，阴浊阳清，坤元正气，通幽入明。小青，你在念什么？见鬼的咒语！阴阳眼开！小青，管用吗？管用，当然管用。那你看到什么了？什么也没看到。没看到那能叫管用吗？看到不就见鬼了吗？没看到好，没看到好。大娘，这是孩子哭了，你跑什么？你不是也跑了？你本事大，你留下，我还是去叫人算了。这大半夜突然出现这么个绝色少女，绝对不是紫竹镇的人。姑娘且慢。你在跟我说话？姑娘，里面的情况很复杂，你最好先别进去。你能看见我？这不废话，有什么看不见的？不对，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情况紧急，待会儿再和你解释。你在外面躲好。什么脏东西？给我！长青哥，求求你，再帮帮我的孩子吧！我来帮。
孩子多久没吃东西了？3天了。去给他熬点米汤吧，我帮你看着他。好，好。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怎么一点忙都不帮？我和他的关系，跟你和他的关系一样。什么意思？都是来杀他的。你应该很清楚，他已经尸变了。而他之所以会尸变，是因为他是猝死的，执念深重，想来是怕自己死了没人照顾孩子，还在努力维持意识。不过我估计也撑不了多久了。这些你应该都知道的啊，因为你有超出我理解的能力。什么能力？因为你看得见我啊。我操！我开了阴阳眼，所以这女人不是人。还有，她撑不住的。厨房里有生肉，新生的僵尸是无法抗拒本能的。还是趁早动手吧，等她控制不住了，就更难处理了。我本以为你是强者，没想到你只是个能力奇特的炼体境的修术。也罢，凭你这破柴刀，其实也杀不了她。还是我来吧。等等，米汤，快好了。等他最后看他孩子一眼，看完之后，我来处理。你拿什么处理？这张嘴还是这把破刀？天元方方律令9章，上呼老君收掣不响。天师杀法不避豪强，先斩恶鬼，后斩业旺。这是什么？请老君神剑。怎么可能？一个凡人竟然用执念压制住了僵尸的本能？因为她也是个母亲啊！大家快点儿，小青就在院子门口。没闹鬼，这里我会处理的，没什么大事，各位先回去吧。我不懂镇上办白事的规矩，还请镇长帮忙操办下后事。后事？谁的后？放心，这里交给我，让大家都回去休息，会没事的。快，娘不能陪你了。你要好好长大。长青小哥，多谢你了。大娘和镇长的对话我听到了。不用等了，孩子有人替我照顾，我能安心的去了。我感觉我快撑不住了。你放心，大娘会照顾好孩子的，大家也会帮衬的。多谢了。动手！造化长生剑能力3，刹那永恒。消耗寿命，延缓时间流速，躲不开。如果硬接，会伤到孩子。好大力气，还是得用请神咒。对不起。谢谢。安心，去吧。娘会一起陪你长大。小王寡妇的后事没有声张，一切从简。
四方邻里都来帮忙了，邻居和镇民来送了他最后一程。孩子被大娘收养了，镇长给了补贴，也没有人深究这件事。紫竹镇一如既往。小哥买鸡吗？这位可是我们镇子上有名的鸡霸道士。鸡霸我知道，道士是啥？这我也不知道，但又快又好是绝对的。为什么他们都叫你鸡霸？好好说话，别骂人啊！你那些咒语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使小儿童哭咒，开阴阳眼咒，请老君神剑咒，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法术？你明明只有凝气境一重，是怎么施展法术的？你到底是跟谁学的？你理理我行不行？杀鸡有这么重要吗？这女鬼怎么比大娘还能唠叨？为什么大白天也能见到鬼？你到底是谁？哼，你不告诉我，我也不告诉你。行，不说算了。杀了一天鸡300年，杀了小王寡妇400年，总共才700年。700年毛都不够啊！喂，这就睡着了？你是猪吗？这样吧，你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回答你一个问题，怎么样？你教我一句咒语，我教你一道法术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修行之路与天争道，你大好时光白白浪费在杀鸡睡觉上，你知道吗？1年前我就已经丹海境了。哦，那你怎么变成鬼了？终于清静了。你不想修炼吗？想。那你为何躺着？你怎知我躺着不是修炼？世间万物何处不修行？你以为你是精怪吗？可以直接吞吐天地灵气，吸收日月精华。万一呢？你不想走出镇子，去看看这流云大陆有多大？想。那你为何还待在这儿？乡亲们待我不错，我若走了，下一个小王寡妇出现的时候，没人能救他们。你知道小王寡妇为何会尸变吗？不是因为执念吗？这是次要的，主要原因是因为10年一次的灵气潮汐，灵气潮汐至便偶有异变。但紫竹镇地处边陲，灵气稀薄，像小王寡妇的情况实属罕见，最多1个月，只要1个月内不出事，就能再安稳10年。灵气潮汐，10年一次。流云大陆每过10年，便会举办一次风云四方类的排位赛，前100名可传送上达天界。传送之时，灵力沸腾，巨变潮汐，这也使得每过10年，便妖魔自起，凡类成精。原来如此，传送上天，格局打开了，妖魔四起，这斩妖除魔来的寿命，可比杀鸡多多了。好，我同意教你咒语，但是我不仅要学法术，我还要学功法。成交！我要学那个秦老君神剑，我教你流云大陆最强的根基功法青云功，还有配套的青云剑、青云步。天圆地方，律令9章。造化长生剑，100年一梦，发动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么短的时间就练到圆满了，这家伙真的是人吗？爽！怎么了？你不诚实！你传我的秦老君神剑是假的，我念了上百遍都没反应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天圆地方，律令9章。是，看不假吧？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？就是说，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，老君他老人家不愿意搭理你？
我本以为你是个厚道人。我是啊，不，你不是。说不定感悟个几百年，你也可以感悟出来。你是说我天赋不如你，要几百年才赶得上你？不好说呢。切！若妖魔四起，祸国殃民，你若遇到，可愿出力？当然愿意。御剑乘风来，除魔天地间是我的梦想，斩妖除魔，捉鬼祭天是我的责任。御剑乘风来，除魔天地间，这样吗？真好。我叫东方兰，记住你学的功法，叫青云功。你怎么了？要死了，因为你的老君不愿意搭理我。我可以帮你。当真？我可以送你一程，保证无痛。我突然决定晚些再死，反正还有9年的时间。先借你身体休息下。龙榜天尊安慰身形，弟子魂魄五脏玄冥，青龙白虎对战分密，出阙玄武，是为我身。急如律令。怎么会？你才凝气境，竟然能把我弹出来！净身神咒，我以为你要害我。我要害你？我要害你，何须等到现在？何必传你功法？你到底还会多少我学不会的咒语？你这咒语太不凡了。给你9年，你能修炼到什么境界？这我连境界有什么都不知道。流云大陆的境界分为炼体、凝气、绝灵、丹海、金身、天人，再往上便要去往天界，绝灵境才能觉醒灵念，御物飞行。按理说，我这丹海境的修为，哪怕是天人境的国师赵震也看不到，你却能看到我，还能弹开我。或许你真能帮我。我要你帮我，是因为我的肉身没死，我靠青云宫散功自降修为，躲避了查探，而你可以帮我重回肉身。我不会。哎呀，这不需要你会。如果你愿意帮我，我就把事情的缘由告诉你，并且我会为你提供修行路上的帮助和情报。成交。我乃青云国三公主，拥有极灵之体。啥？国师篡位？皇室纷争？如果是这些，你打算怎么帮我？清君侧，占山为王，驻兵屯粮，静待时机，揭竿而起。大可不必，也没你想的那么复杂。青云国皇城地下有一处地宫，盘踞着大魔残魂。国师赵震与大魔勾结，要助大魔夺摄我的极灵之体。下一次灵气沸腾，便是他们夺摄的契机。你只需要在9年之内晋升天人境，牵制住国师和大魔，让我夺回肉身逃走即可。以青云宫为基，融合其他功法，博采众长，加上多杀点鸡，不对，多杀点妖，9年应该够了。你干啥？洗澡啊。他睡觉都在吸收日月精华，人也能成精吗？他才练了1夜，熟练度竟然远超于我，这到底是谁教谁？啊！一起吃点。你觉得我能吃吗？真好吃。真香。你去哪儿？菜市场杀鸡。为什么？你都这么强了还去杀鸡？因为人生处处是修行。镇长，这2位是我从平川请来的镇御司大人，专门来咱们镇子铲除邪祟的。咱们镇子没有邪祟。镇长，小王寡妇其实早就死了。想好了再说，不然到时候出了岔子，咱们镇子里确实没有邪祟。哼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孙林，我们走。这穷乡僻壤的人，死活与我们何干？大人息怒，大人息怒啊！我表哥可是皇级镇御使，亲自来你们这破地方，你们竟敢如此怠慢！什么狗屁镇长！2位大人，小王寡妇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。处理好了？怎么处理的？入土为安了。白了！
那怎么行？万一他借怪而起，化作厉鬼怎么办？按照长青的吩咐，烧成灰了之后埋的。诈尸者化鬼起码有凝气境战力，这偏远之地竟然有人能把僵尸烧成灰。那个鸡霸，对，现在你得称呼他鸡霸道士。道士是个什么东西？我只知道修士。那个长青现在在哪儿？西门菜市场活禽区。你就是那个鸡霸道士？我只是杀鸡的。那寡妇的事是你做的？是的。做事得师出有名，你忘了？就算只是杀条狗，也要有个名头。什么理由？为什么攻击我？试探而已。凝气境一宠，你师父可曾教过你我镇狱司的规矩？镇狱司的规矩与我何干？除魔卫道，斩妖灭鬼，捉拿一切不法，镇压一切邪祟，此乃我镇狱司的职责。你越界了，莫非你以为我镇狱司无人？需要你一个凝气境一重的术士，逞能显威。镇狱司什么时候有了这种规矩？难道要做人恶鬼伤人？他俩又听不到你说话，你冲我吼干什么？不以规矩，不成方圆。若修士都像你这般，谁知道斩的是不是邪祟，杀的是不是妖魔？到那时，青云国早就乱了，我镇狱司威严何在？不过念在你是初犯，这次便免了你的罪罚。你若想出风头，可以加入镇狱司，或者在镇狱司备案。还有，不管是斩妖除魔，还是灭杀僵尸，能活戳便要活戳，哪怕死了，也要将尸体交付镇狱司，登记入册。你怕什么？这种边陲之地的镇狱司根本没有上乘功法，你有青云宫，越级而战，根本不需他们。这可是吃公粮的人，既然说了要帮你，那肯定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交付尸体的话，能领赏吗？当然。赏多少？呵呵，反正不是你杀鸡能赚到的。哼，记住了，以后你若捉了妖魔领赏，直接找我表哥。真是的，什么玩意儿嘛！欺负我们长青，真是给他脸了！老子抽不死他！把长青是时候去打造一个趁手的物件了，动不动就被人欺负也不行啊。表哥，咱就这么走了？功劳奖赏油水什么的可就都没了，我倒是没关系。可是表哥你即将突破绝灵境3重，正需要这僵尸换取丹药。丹药？哼，你也就这点出息。青云国边陲灵气稀薄，修炼进境速度极为缓慢。你难道想一辈子待在平川城？现在不想办法调走，再过几年可就更没机会了。这我也知道啊，可是这好不容易出个僵尸，还被那鸡巴道士给烧了。表哥，这是……还记得我杀的那头猎山虎吗？这正是那猎山虎的精血骨髓提炼的药散。只要将这药散喂给紫竹镇里的牲畜家亲，助凡类成精，再稍加放纵，妖兽食人残害百姓，我俩出手制止了惨剧的发生。跟着表哥混，果然没错。别的不说，只要有32头精怪，再有1头晋升黄级。放心，我调走的时候一定把你也一并带走。只要去了远离青云国边陲地带的大城镇狱司，用不了多久，你也会晋升绝灵境，成为黄级镇狱使。我怀疑你要抢我的饭碗，为什么我打铁几十年了，还没你打得好啊？老王，淡定淡定，我也花了几十年的好。好剑，凑合用吧。我确定了，他真的成精了。不好了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又有人诈尸了。是鸡成精了。李镇长让我来叫你过去，那鸡已经伤了10几个人了，快带我去。哪家的鸡成精了？你告诉我，我跑得快。
李镇长家后院的鸡，那鸡来无影去无踪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青云部，凡类成精，灵气潮汐应该已经过去了。这地方又这么偏僻，怎么可能？奇怪。表哥，咱们这样怕是不妥吧？要是被上面查出来，怕什么？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，死几个贱民谁会在意？哼！可要是被镇狱司发现，没什么好可视的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妖魔吃人，天经地义，谁能证明是我们干的？别忘了，咱俩可是被自主镇的人请来斩杀邪祟的。平川城的镇狱司都知道这件事，有几只精怪妖物吃了点人，又有什么稀奇？这紫竹镇太过于平静了，平静的让这里的凡人忘记了敬畏。别忘了，这李镇长白天是怎么待我们的，不给这紫竹镇一点颜色瞧瞧，他们以为这天下为何太平？没有我们这些贱民，连活着都是痴心妄想。走吧，走。紫竹镇的人一定会去平川城请我们，咱们离开紫竹镇，在半道上等着。这段时间也足够这鸡妖吃了这些人晋升皇阶了。我居然要被自己养的鸡给吃了！长青来了，太好了，我们有救了！这鸡就算成精了，也要被长青宰了。长青可是咱们紫竹镇的鸡吧？老王家的炉子是真不行，百炼金刚剑竟然崩了个豁口。这是黄级大妖，白铁伤不了他。请老君神见证。天地玄宗，万气本根，体有金光，复应无身。御史雷霆，精怪王行，内有霹雳，雷神引命，金光速现，急急如律令。死！这一剑太强了，我一个凝气境9重，竟然连鬼姬都没看起。除了反抗的更激烈、更难杀，其他的好像和平时在菜市场杀鸡没什么区别。这就是妖魔里面的黄级，好像也不咋样。不知刚刚成精的鸡就增加600年寿命，斩妖除魔果然是一条发家致富的捷径。算上流水席用的牲畜家亲，又积攒了8000年寿命了。留1000年寿命，开启刹那永恒宝典，剩下的7000年来加深青云弓、青云剑和青云步的感悟。他竟然做到了返璞归真，消除了所有招式的痕迹，这真的是凝气境能达到的境界吗？灵气潮汐已经过去了，按理来说，现在凡类几乎不可能自然成精，所以这只鸡妖的出现，应是有人故意为之。镇狱司、孙居、孙林，除了他们，我想不到别人。可以入席了，长青镇长，我还有事，就不入席了。你不好奇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你打算做什么？去平川城镇狱司领赏。所以那2人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他们助凡类成精，以人命换功，丧心病狂。你大可将他们的事情告发，或者直接杀了他们。杀是一定要杀的，但现在不能杀。为什么？紫竹镇的乡邻承受不起这般因果。孙居、孙林若是在这儿死了，
他们的亲朋好手必然会前来报复泄愤。他们能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，他们的亲友行事自然也会百无禁忌。再者，你怎么能保证这平川城的镇狱司不是蛇鼠一窝？所以，那2人我要走出自主镇，去别的地方杀。表哥，这2天了，怎么还没动静？这不应该啊，这是前往平川城唯一的路。难道说那鸡妖被长青给杀了？绝不可能，凡类成精，直接便是凝气境中阶以上。长青才凝气境1重，他怎么可能杀得了？依我看，那小子肯定是被鸡妖给反杀了，终日杀鸡，最后死在鸡妖手里。哈哈哈哈哈！表哥说的是，咱们直接回平川城，就算紫竹镇的人全死了，我们把消息传回去，也算立了一功。啊，表哥，是长青！2位大哥，这么巧，你们没回平川城吗？紫竹镇出了僵尸恶鬼，我等身为镇狱使，自然要在附近调查一番。这鸡头挺大，该不会是成精了吧？确实成精了。你竟然能杀得掉这鸡妖，莫非是你师父出手？我哪有什么师父，不过是捡了本小册子，跟着吴乱比划。没有师父，靠自己搜索就能凝气境1重，还能斩杀鸡妖，不错不错，果真是英雄出少年啊！你这是要去镇狱司领赏？我是去找大哥你啊，之前不是说了斩妖除魔留下尸体，直接找你吗？很好，跟着我做事，我绝不会亏待你。鸡头给我，你沿着这条路先走，我们还要再调查一番，随后就追上你。好嘞。表哥，你难道真要安排他加入镇狱司，成为力士？他靠自己就能修炼到凝气境1重，还能杀妖，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超过我。哼，镇狱师哪还有名额？我不过是想要利用他而已。怎么利用？与玄月国分界的山脉多有精怪妖兽，让他给咱们打先锋，给咱们探路，收益奖赏全都是我们的。表哥，那山脉危险啊，那里可是百妖深林，魔修无数，精怪遍地。万一以后被长青发现咱们利用他，发现又能怎样？遇到危险，他先死。他若是侥幸活下来，我也会趁他成长起来之前，亲手杀了他。你听到了没？他们想利用你探路，还要卸磨杀驴。听到了。百妖山林危险重重，不仅有强大的精怪妖兽，还有魔修出没，连天人境强者都不敢说能任意驰骋。你才凝气境，你难道不害怕吗？不怕，这不是还有你吗？我一旦重凝修为，就有被发现的可能。就算重凝，我也只是丹海境，在百妖山林自保都难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先去探路，反正谁也发现不了你，你是个鬼啊！他们让我去哪儿，你先去确认安全不就行了？你到底还是不是个人啊？我堂堂青云国三公主，你让我去给你当免费的探子？对了，百妖山林灵气很充足吧？充足，但那里可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你安稳踏实的修炼。无妨，只要有灵气便足够了。这是10两银子，你的奖赏。你先安心住下，晚些让孙林给你功法武艺，好好修炼。我会找合适的任务助你历练。多谢大哥提携。一方镇狱司之首乃是镇狱官，但这柳山河只是个杂物总管，却连丹海境修为的镇官吴有为见了他都客客气气，凭什么？闭嘴，小点声。吴有为不在，交接任务我可暂办，自己写。写好了，机身呢？太大拿不了，你这乾坤袋也该换一换了。上次你猎杀黄级妖兽猎山虎，也没把尸体全部带回来。这您老就别管了。对了，我还要一部功法，一部武技，最好是能够速成的。人为催生的妖物，上次那头猎山虎的尸体果然被他拿去用了。孙姬真该死。不过杀这鸡妖的人不错，
先打击碎，知晓了实力，而后爆发，一击必杀，绝可能是孙纠这等安杂玩意儿的手脚。这般天才不该被埋没，更不该泡在镇狱司这臭水沟里。哈哈哈哈！刘总管，这次可真是多谢你了。按照你绘制这图，我果真发现了一处魔道窝点。这次剿灭黑沙帮的功劳汇报上去，上面定会让我调离平川城。只可惜没能斩草除根，竟然让那黑沙帮跑了一个二当家。让你打探的人可有眉目？俊逸少年手持黑剑，如今他的修为在绝灵境6重。真让你打探到了，是否活捉了？没有，黑沙帮跑掉的那个二帮家就是那个少年，他叫厉千帆。你比他高了一个大境界还多，你能让他跑了？他逃命的手段颇为不错，碍于情况紧急，又是在边界山脉，我就没有深追。情况紧急是忙着敛财吧？您别急，他在这儿想正常修炼进军，要么进入在咱青云国国地，要么横跨边界山脉去玄月国。前者我镇狱司可不是吃干饭的，后者路程遥远，他一个绝灵境修者根本没有活路。这吴有为目的明确的灭了黑沙帮，只要这厉千帆不傻，自然会心中起疑，四处躲藏。到时候再想调查他为何下劫，可就难了。得想办法把他抓了。灵气潮汐已经逐渐退去，现在山脉边缘定然有不少成精的凡类，镇狱司可以多发布些任务，猎杀那些精怪，同时留意厉千帆。我孤身前往边界山脉剿灭一个魔道帮派，足以让我调任，何须再搞这些麻烦事儿来？调任是一码事，调任之后担任什么职位，可就是另一码事了。多谢刘老指点，把那份边界山脉的地图拿出来，我给你标注边界山脉安全区域。您竟然对安全区域了解这么清楚，这可是军人才。我之前参过军，边疆将士镇守国门，自然要知晓外部一切威胁。边界山脉，军方当然会详细调查。原来如此，镇狱司与军方向来是零罪分明。作为青云国最强的2大战力集团，必须保持距离。这老头背景不一般啊，我还是少打听为妙。我会交代下去，让他们留意那个厉千方。这种低级垃圾功法容易走火入魔，根本不配融进青云宫。你对青云宫的理解太肤浅了。青云宫的融合修炼有2条路，其一，集百家之所长长，去其糟粕，这条路对悟性要求极高，但没有上限。其二，不断融合功法，专究其一，但必须学会取舍。可我的功法早已微为一体，根本无法取舍了。那你以为青云宫为何会有散功的能力？我明白了，散功并非全废，而是为了让人从头再来，专修其一。知道该怎么选了吧？现在看好了，旋风剑。没到黄级的破烂武技，竟然让你使出了这种威力！该死！好精妙的真气掌控，好霸道的剑意，从没在平川城见过这么霸道的剑意。这应当就是那斩杀鸡妖之人了。长青，你走运了，要么怎么说你运气好呢？镇狱司今天宣布，以比以往更高的价格悬赏边界山脉的精怪，同时还要调查魔道修士。若是能找到一个名为厉千帆的黑剑少年，奖励堪比猎杀妖兽。黑剑少年，厉千帆。不过你放心，厉千帆也只有绝灵境6重而已。我虽然修为比他差些，但我们找到他不需要与他战斗，只要汇报了消息，自然有绝灵境9重的黄级镇狱使前去捉拿。那银子拿去采买点物资，准备一下。高价悬赏魔族。哼，原来是怕我跟别人跑了。此行怕是有蹊跷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？等他们落单。如此有组织的前往边界山脉，这个厉千帆怕是大有文章。要么他身份特别重要，要么……等等，
平川城镇御司向来无利不起早，如此大规模行动，难道知道边界山脉哪里是安全区域？怎么说？只有边军方才会知道边界山脉的安区域。你是担心青云国军方和镇御司勾结在一起了？国师赵震与大魔残魂勾结，这事连我父皇都未必知情。若是连军方也牵扯其中，那麻烦就大了。柳爷爷，边境大将柳山河，他怎么没去天界？难道军方真和镇御社勾结在一起了？瞎猜没用，有没有勾结，直接问不就好了？大将军，偷听了这么久，不如上来聊聊。你是如何知道我身份的？东方蓝告诉我的。你怎么认识东方蓝的？他远在皇城，把你知晓的一切都说出来。啊，这气息，他的根基受创了，哪怕攀登10杯失败，也不会受如此重伤。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大将军莫急，小子本是紫竹镇一名杀鸡匠，因缘际会踏入修炼之道。镇中闹鬼，我遇到了三公主的神魂。你说什么？神魂？赵震那个畜生到底对公主做了什么？老臣无能啊，未能护驾皇城，反被困在这平川城苟延残喘。公主现在在哪儿？柳将军，公主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赵震这个逆贼，若非我被那护送厉千帆下界的魔族强者重创导致修为大跌，我非去京城锤爆他的狗头。所以是您划出安区域，让镇御司的人出动，目的是为了找到那厉千帆。不找到此人，弄清楚他下界的目的，我青云国恐危矣。只是我这一身伤，如今已成了累赘。大将军的伤势，我有办法痊愈。魔气侵染五脏六腑，根本无法根除。第一步，修炼魔功，吸收体内魔气，化为己用。第二步，运转青云功散功，重凝修为，破而后立。青云功还能这么用？皇室传出的部分并没有散功的部分，因为没人觉得有用，但长青琢磨出来了。好小子，你简直是个万中无一的奇才！孙居带你去边界山脉，就是拿你当探路的炮灰。这本玄级功法玄风诀你拿去，此行切莫去送死。遇到厉千帆更是要跑，那魔族少年极其危险。炮灰，谁是谁的炮灰还不一定呢。当时我被那天界的魔道袭击时，就是靠着他才保下了一条命。虽然现在破损了，但也可以抵挡金身境的攻击，但具体能抵挡几次我也说不准。长青，你运气真好，镇都司发布了高价悬赏，不仅猎杀精坏，还要寻找那个叫厉千帆的黑剑少年。厉千帆只有绝灵境6重，只要找到他汇报消息，就有重赏。好，好浓郁的灵气，青云功自动运转，我快要突破凝气境2重了。战斗之事交给我和孙林就行，而我们俩也必须保持巅峰状态。所以你的任务就是负责找精怪。你放心，我表哥的境界虽然只有绝灵境2重，但战力比绝灵境4重的镇御使也不遑多让。知道，但是为了稳妥起见，我的速度可能会慢一些。没关系，10天找到1头精怪即可。等我找到精怪，将之引来就行。原本还打算让他标注位置，我们再去猎杀。既然他主动提出引怪，那再好不过了。好，我们等你的好消息。
表哥，那地图不给长青看看吗？诱饵需要看地图吗？再说了，他看完地图跑了怎么办？哼，诱饵，到底谁是猎人，谁是猎物，犹未可知。还不动手？其他镇御使都在很远的地方，你不会被发现的。不着急，倒是您该干什么，应该很清楚吧？你这家伙真把我当探路的苦力了！哼，等着吧！沐浴在灵气之中，这感觉太令人着迷了。我觉得我可以就这么静静的待着，100年、1000年，只可惜积攒的寿命不够了。醒醒！找到精怪了。黑沙帮覆灭，二当家要重建黑沙帮。凡是投靠者，不只能获得功法赏赐，甚至还能获得丹药。黑沙帮二当家，那不是厉千帆吗？跟上去看看。来了，很好，能活着走到这里，你们通过了第1道考验。想要加入我黑沙帮，现在开始第2道考验。杀了你们身边的人，我只要最后活下来的10个。最后活下来的人，想要什么有什么。不愧是魔族，当真是手段狠辣。二当家，你不道德啊！我们千辛万苦来到这边界山脉，竟然还不算加入黑沙帮。你是镇御司的人吧？他们都是些穷凶极恶的山贼，你为何不动手？为了不暴露身份，连命都不要了。他是镇御司的奸细，杀了他，我们剩下的10个人就安全了。我本来想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的。好快的剑，杀伐果断，战力远超同阶。即便你是镇御司的人，只要你投靠我，功法、丹药，我绝不吝啬。投靠你？跟你一样躲在深山老林里，是要当个草寇头子，还是缩头乌龟？你招募这些亡命之徒聚在山里，是生怕镇御科找不到你们，等着被围剿吗？就平川城镇御司那些废物，别逗我笑了。哦，平川城不行，那皇城呢？你这叫巨啸山林，迟早会被围剿，死路一条啊！你这家伙要说什么？真正要做大事，就该化整为零，潜伏天下，将精英渗透进权贵、宗门，甚至镇御司内部。待时机成熟，只需一战，便可一击定乾坤。嚯，有趣！这小子不仅战力惊人，这份战略眼光竟与我不谋而合。好一个潜伏天下，好一个一击定乾坤！你这家伙简直是我的知音，但你的格局还是小了。就算你一统大陆又如何？最高也不过只是个天人境。我要的是登临天界。9年之后，风云四方雷。我要前100名上天界之人，全在我的掌控之中。9年后，若大魔夺舍成功，自然会通过风云四方擂台前往上界。这家伙就是冲着大魔残魂来的。这是血煞魔功和提存妖血的血云丹，你在此地好好修炼。你要去哪儿？带这帮废物没用。
我要亲自潜入青云国，从那些皇城权贵身上下手，提前布局。表哥，这都已经过去9天了，长青怎么还没回来？他该不会是死了吧？表哥，不如咱们传讯回平川城，高价再招募几个凝气境修士。来不及了，山林这么大，找到精怪谈何容易？我已经得到消息，平川城其他的皇级镇威使已经有人猎杀到精怪了。再这样下去，若有调离平原城的机会，必然是奈人的。你去，沿着长青走过的方向，给我进去找。我，里面可都是精怪。怂货，你应该很清楚，我调不走，你也调不走。这魔功不能修炼，此魔功必定后患无穷。厉千帆给你的又是残本，就算有青云宫在，也难保不会被其控制。学会了？看都没看，你学会了？妖孽，你就是妖孽！那是我金手指妖孽。你真执意修炼这魔功，还是说你想和柳爷爷一样，先提升修为？不用，我的修炼之道完全可以容纳这部魔功，而且别人也看不出魔气。你已经获得了厉千帆的信任，难道你还想再稳妥一些？你根本不懂我的底牌，造化长生剑的事没法解释。大魔残魂在皇城地宫，厉千芳他日总能与之相见。我觉得关于厉千芳的事情暂时保密。为什么？我正想提议通知柳将军呢。如果想知道大魔残魂是怎么回事，只能通过厉千帆。厉千帆是天界下来的，看他的样子似乎有些不太情愿。这就像黄镇御史来到平川城任职，心里肯定不爽。以厉千帆如此谨慎小心来看，他不会轻易暴露，行事必会低调。既然低调，便不会作恶多端。如此，我便可多接近他，得知更多内幕。喂，这是魔族丹药，你疯了！凝气境3重，你难道是传说中的无垢之体？连魔气都能直接净化？你觉得是？那应该是吧。二当家，这魔功太好用了，我们发现吞噬凡人也能快速升级。我们打算去山脉外围抓几个村子的凡人来血祭，请二当家带头。感悟魔功和提升青云道花费了太多寿命，正好补充的机会来了，这帮杂碎留不得了。二当家，咱们什么时候动？你全杀了，厉千帆回来你怎么交代？不杀，留着他们去屠村吗？欺害普通人，千刀万剐也不为过。至于厉千帆，他现在忙着呢，可没空管这里。糟了，血腥味让猎山虎发狂了。你现在能杀掉这10几头猎山虎，这可全是皇级妖物。能。青云飓风剑，一头600年，不错。洞穴狭窄，以猎山虎的体型，最多同时冲进来1头。利用通道的转折，进来1头杀1头，尸体扔进左边通道，头颅扔进右边通道。长青的战力已经完超出了我的想象，他绝对隐藏了修为。9个山贼每个300年，13头黄级猎山虎每条600年，总共给我增加了10500年的寿命。
正好厉千帆给的血云丹吃完了，这些猎山虎身上的气血也不能浪费了。你领赏的时候，打算怎么和镇狱司解释？就说这些猎山虎的头颅是魔道修士用来修炼所剩下的。那你没有乾坤袋，带不走啊？我没有，但孙纠有啊。明明有好多机会，就是因为你不敢去查探，白白让其他镇狱使捡了便宜。就如张田猎杀的那头铁甲猪妖，本就是受了重创的，你但凡去瞅一眼，如今这猎妖第1名必然是我的。仗着自己修为高，还不是废物一个？你嘀咕什么呢？没有，还不是因为那个长青，要是他在，咱们老早就第1名了。 2个月了，音讯全无，只能用老办法了。这半瓶药粉下去，这豹子精消化完毕后，便会进阶成为疾风豹。表哥，我在那片山林发现了一头野猪，也成精了，要不要我把它引来？野猪？算了，我可不想在我的黑袍上绣着一头野猪的纹路。表哥，怎么了？不会是镇狱官大人要把我们召回去了吧？要这么回去了，那第1名铁定是张田了。我收到消息，长青没死，不止没死，还带来了一颗猎山虎的头颅。猎山虎哪来的？说是捡来的。长青被张田给堵住了，张田要高价买下那颗头颅。若真让张田买去，谁也别想和他争了。现在恐怕那头颅已经到了张田手里了吧？暂时还没有。这些天，原来长青发现了厉千帆的踪迹，一路指痕迹，这才没有暴露，因此耗费了这么多时间。这小子这次可给了我一个大惊喜。是啊，咱们快走。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我们老大可是平川城黄级镇狱使中最强的，只要修为再上一层，晋升丹海境，就可正身去内城大陆。白给你的机缘你都不要，真是给脸不要脸！孙局给了你多少钱？20块灵石。这孙居什么时候这么富裕了？他连个黄级法宝都买不起，灵石不都用来买丹药了吗？我也给你20块灵石。张田，你竟然挖我墙角！孙大哥，你终于来了。你不知道我这几天在山里有多怕，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。这傻小子果然好骗，20块灵石，老子1分钱都不用花就能把这虎头骗过来。张田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好兄弟，大哥来晚了，让你受苦了。快把头颅给大哥，大哥替你保管。20块灵石成交。长青，给你。长青，你扪心自问，如果不是我，你现在还在紫竹镇杀鸡。你之前一直坚持着没有卖给张田，现如今我们刚一来你就卖了，难不成你是故意等我们来让我表哥难堪？其实我表哥只给了长青20两银子，你被他给骗了。什么？我从始至终也没说孙秋给了我20块灵石，这是你们自己猜的。好小子，胆子不小，就怕你有命拿钱没命花。敢惹张田，这小子完了。好自为之，我希望能在这平川城再见到。我们会再见的。依我看，直接将他废了为精怪，配合表哥提炼的药粉，绝对能再喂养一头妖兽出来。这才一颗猎山虎的头颅而已，我捡到的可不止这一颗，只不过我只能拿回来这一颗而已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还有12颗猎山虎的头颅等着我们去拿。12颗猎山虎的头颅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哪怕没有钓鱼名额，只要将这战绩往上汇报，
各大城池的镇狱司说不定会直接派人来接。小子，你快点带我们。表哥，是你？我什么你？我待长青如自家兄弟，注意你对长青的态度。长青只是卖给张田一颗头颅而已，而且还卖了20块灵石，这是在打张田的脸。你以为长青跟你一样是个废物？你就动动脑子想一想。长青啊，你不知道，这些天我都提心吊胆的，生怕你遇到危险。你毕竟是我从紫主镇带出来的，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。多谢孙大哥，我这就带你去那山谷，去取那12颗猎山虎的头颅。好，我定会护你周全。这在地图上可是标注了红圈的极度危险区域，周遭恐怕还有其他妖兽。我在此警戒，你去将猎山虎的头颅搬出来。瞧你这点出息，表哥，你以为我真跟长青交心？长青如此天才，我看他修为似乎进不少，让他活着，他早晚会超过你我。他有机会，便意味着我们没了机会。表哥说的是，我倒是无所谓，可不能让他抢了表哥的机会。还有，紫竹镇的僵尸、鸡鸡都是长青杀的，长青不死，这事早晚要败露。长青，我不明白，你明明是杀伐躲绝的人，为何在杀孙居、孙林方面这么拖泥带水？迄今为止快2个月了，平川城所有皇级镇卫使一个都没死。孙居、孙林更是胆小如鼠，他们俩若是死了，定然会引人生疑。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只要他们没有作恶为祸，且让他们多活几日，又能如何？以你这般稳妥，怕是加入不了皇城镇一司。能加入皇城镇司的，都是一方天骄，要么功绩卓越。木秀于雷，风必摧之。稳一点，苟一点，没坏处。何况厉千帆早就盯上了风云四方类前100名，谁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怪物？其实我这都还不是最稳的，还有更稳的。怎么稳？游历红尘或隐居山林，待修为通天，再一鸣惊人。若有敌人不论修为，且待100年、1000年之后去刨了他家祖坟。可若对方比你活得更久呢？放心吧，没人能比我活得更久。斩杀了9龙山贼和13头猎山虎，我的寿命又积累到了16000年。杀山贼造福一方，杀妖兽消除祸患，这才是我向往的生活。有人啊！没有敌人，厉千帆也没回来。不是厉千帆，人已经走了。绝灵境8重的实际修为，现在我五感的敏锐程度已经不逊于妖魔了。什么人？人族，真气之中血腥为了浓重，应当是魔道修士。虽然已经走了，但没走多久，他一直隐藏气息，但因为洞穴之中有猎山虎头颅，血腥刺鼻，才稍稍松懈隐藏。他没有利用这些头颅修炼，或许他的此时就躲在山谷之中。怎么了？你是狗成精了吗？你的鼻子怎么回事？无垢之体难道还有这能力？一切杂质皆与无垢之体相悖，能发现细微气息，似乎不难理解。我去帮你把这人找出来。不用了。为何不用？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。他不拿走这些猎山虎的头颅修炼，证明他忌惮将这些猎山虎斩杀的修士。既然忌惮，便意味着他的实力并没有多强。有道理。很好，不错。你快去将其他猎山虎的头颅都搬出来。你跟长青一起去搬头颅，长青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走吧。镇狱司，黑沙帮前些日子被平川城镇狱关灭了，逃走的二当家厉千飞要重建黑沙帮，
那些猎山虎的头颅，该是厉山飞所杀。难道他被这些镇狱者给吓跑了？这10几颗猎山虎的头颅归我了。斩杀镇狱司镇狱使，同样也是大功一件。这一趟也不算走空。绝灵镜4重，够用了。平川城镇狱官还没发出召回消息，不如咱们再去深处猎杀些精怪。什么东西？这豹子怎么有些熟悉？披风掌，这是那头豹子精。凡类成精，就算强行提升到黄级，战斗也只是依靠本能。虽然他实力比我高一小境界，但也并非毫无胜算。你还不快去帮我表哥！找到暗中潜藏的魔道修士了，青年男性，身着血袍，修为应当在绝灵境，很可能是绝灵境9重。如果只是绝灵境，那就不算危险。混账！你聋了！我让你去帮我表哥！你什么修为了？凝气境8重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来到边界山脉还不到2个月，你怎么可能从凝气境1重晋升到凝气境8重？我还是低估了长青的天才。看来不能再留他了。你既然有凝气境8重修为，那你更该去帮我表哥。我表哥若是战败，你也别想活命。你要相信你的表哥，那血纹疾风暴透支了生命力，哪怕正面打不过，也可以耗死他。落雷符。你使用了黄级符箓，竟然没能将他秒杀。这孙驹简直连基本的战斗常识都没有，这都能被反杀？一看就是平常贪生怕死、偷奸耍滑惯了，缺乏战斗经验。表弟，你，长青，快斩了那血纹飓风豹的头颅！咱们这次发达了。对了，一切都是我表哥干的，跟我没关系，我只是听我表哥的吩咐。一切？哪个一切？我都告诉你我凝气境8重了，你为何还想杀我？想独吞这猎山虎的头颅，血纹飓风豹的头颅？紫竹镇击师成清，你大可推给你表哥，毕竟你也没有这个能力做的。可你为何这般贪婪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一直在等机会，等修为高了，要杀我表哥。为什么？那都是些凡人，全都是贱命一条。你还有我们跟那些凡人不一样，我们是修炼者。长青，只要你能放过我，我可以斩妖除魔。若只为报酬，无所谓。但你们越线了，从你们数柱凡类成精以换取功劳开始，你们便与妖魔无异。容我来补一刀吧。你到底是谁？斩妖除魔，捉鬼祭天，匡扶正义，替天行道。我是一名道士。孙林、孙居两兄弟总共给我加了700寿命，妖兽的寿命是同境界人类的2倍，眨眼之间，我便获得了1400年寿命。造化长生剑上已经有12000年的寿命了。没想到，这青云国边陲的镇狱司还有你这样的狠角色。你现在是凝气境8重，对吧？若是用我血煞帮的功法吸收了他们俩的精血，我保准能让你晋升绝灵境。你这是要招揽我？镇狱司能有什么前途？我看你心狠手辣，
我血煞帮才是你最好的归宿。血煞帮很有前途吗？那是当然，我们血煞帮的据点可不只是在这边界山脉，就算在真正的百妖山林，也有我们血煞帮的一席之地。哪怕是皇城，也有我们的人。不信，听说过东方兰吗？还有我的事儿。东方兰，极灵之体，青云国皇室三公主，1年前突遭恶疾，至今却昏迷不醒。那这东方兰和你血煞帮有什么关系？青云国国君东方墨广招贤能，要为东方兰治病，而他的病，我血煞帮能治。只要时机成熟，我们血煞帮便能借机扶摇直上。虽是魔道，但也能屹立青云国之中，甚至能逐渐掌控青云国。你们怎么能保证治好东方兰？我们不需要治好东方兰，只需以秘法将其肉身控制即可。如此大事，你就这么随意地告诉了我？想要接近东方兰，必须要过了国师赵镇、青云国国君乃至皇城镇御司这些关。我血煞帮虽然在皇城也有兄弟，但毕竟血煞之气太浓，容易暴露。我们需要一个根底清白、功法清白的人来完成此事。只要能瞒得过镇御司，便是成功。你是个聪明人，以血控秘法控制了东方兰的肉身，你知道你能得到什么，而且你似乎没有拒绝的实力。不答应，那就杀；若答应，受了我的秘法，这小子也终生受我掌控。确实，那我该怎么做呢？你要与血煞帮保持联系和距离，当然，你也可以加入镇御司。甚至我们血煞帮还会帮你建功，提升地位。等到时机成熟，你便进宫，以救治之名控制东方兰肉身，一切尽在掌握。怎么回事？我控制长青的秘法似乎没有回应，怎么可能？其实我有拒绝的实力。绝灵境9重，转化率虽然很低，但是摒除了所有杂质，力量提纯到了极致。殿下留人！灵气境9重，这才过去多久？纵然有魔功、丹药相助，这修为提升的也太快了吧！你他妈疯了！你看不出他穿着镇御司的衣服吗？杀个镇御使而已。那他呢？他想控制我，让我当血煞帮的傀儡，区血煞帮而已，哪有跟着你混有前途？你说是不是嘛？你怎么回来了？我遇到了血煞帮的人，他们派人来寻我加入血煞帮，我怕他遇到你们起冲突，就赶紧赶过来。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。这里发生了什么？那些猎山虎怎么这么安静？我修炼得好好的，突然有镇御使前来猎杀了猎山虎。这2个是来捡漏的，没想到与血煞帮的人起了冲突，双方两败俱伤，又杀出来一只血纹疾风暴，然后我挨个补了刀。凝气境9重，趁乱偷袭，的确能出奇制胜。这小子在凝气境1种时就使得一手好快的剑，看来没撒谎。长青，你境界提升过快，千万别被力量冲昏了头脑。我们是做大事的人，有我传授的魔功，力量提升不急于一时，千万不可急于求成。还有，你能不能低调一点？现在可好，我已经前进血煞帮了，你这让我怎么回去交代？照你这么个杀法，不出1年，你必被各方势力围攻而死。无妨无妨，谁杀谁还不一定呢。这小子杀性太重了，好在他修炼的是我提供的魔功，如此便永远逃不脱我的掌心。算了，说正事，我打算进这血煞帮玩玩，他们所说的东方兰的极灵之体，我很感兴趣。你呢？你打算怎么做？你这般嗜杀，要是进了血煞帮，应当更加顺风顺水。我决定加入镇御司。你确定？他俩是被魔修杀的，
与我何干？那魔修呢？魔修自己跑了，我没遇到。你当镇狱司全是傻子？你太高估镇狱司了。不过，我们或许可以好好利用一下血煞帮。哦，杀了镇狱司这2个人，可以让你扛着。如此一来，你在血煞帮也能更好立足。你可以找机会透露一些血煞帮的情报给我，助我立功。待到时机成熟，我们皇城相会。你进宫治疗东方蓝，我在一旁与你互相照应。不愧是我看中的左膀右臂，就这么决定了，合作愉快。张老大，这次猎妖榜首非你莫属了。那是自然。最近怎么没有孙奎、孙林和那长青的消息了？长青那小子斩杀猎山虎太干脆了，一击斩首。比起遇到厉千帆，还是长青带着孙居找到更多妖兽更可怕。孙居有消息了，他被厉千帆给杀了。长青居然活着回到了平川城。厉千帆宣布孙瑜和孙林都被他所杀，还扬言要报复平川城，以报黑沙帮被灭之仇。老大，不好了！消息上说，这次猎妖榜首是长青。什么？长青带回了厉千帆修炼魔术剩下的猎山虎头颅，还有1头血纹疾风豹的头颅，13头黄级妖兽。这该死的狗屎运！区区一个凝气境的废物，也敢抢我的风头！长青，你给我等着！死法一模一样，全是一剑斩杀。青云宫还有隐藏气息的能力，这小子绝不止凝气境9重。地势之优，运气好罢了。按照规矩，200块灵石，黄级法宝1件100块灵石，有没有兴趣？没兴趣。黄级丹药，1枚1块灵石，有没有兴趣？没兴趣。黄级武技法术，1步只需10块灵石，这总有兴趣了吧？没兴趣。你这小子怎么不爱修炼呢？不是说不入流的武技功法免费吗？服了你了，威虎剑、烈火刀、涮风腿、开山拳，拿去拿去。你接下来准备去哪儿？我会暂时待在这儿。厉千帆会来报复。这些猎山虎不是你杀的吗？关厉千帆什么事？你不会是真遇到厉千帆了吧？对啊，我还跟他合作了。你这是在与虎谋屁！没事儿，我自有分寸。不过你刚刚提到的血煞帮，小小邪派竟然如此猖狂，皇城之中也有他们的人。只要我与厉千帆互相配合，血煞帮的行动便在掌控之中。谁能想到，你之前只是边陲小镇一个平平无奇的杀鸡匠。他是紫竹镇的鸡霸。柳将军，不知你现在可找到魔道功法了？我正在崇宁修为，不过暂时压制了进境速度。你打算修炼什么功法？我想修炼的那部功法，不在皇城，在行宫里。那就简单了，行宫把守并不森严，等你修为稍高一些，便可前往。几个意思？让我去偷？本就是我的东西。公子，过来玩呀！姐妹们，看谁能把那小勾过来。1分钱不花就能欣赏如此景色，这位置太值了。你能不能收敛点儿？我其实是个正经人，我来这里只是为让厉千帆更容易找到我，为此我不惜背负骂名，但以大局为重，这点牺牲算不了什么。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信的。好小子，你还能这般享受？厉千帆不知何时会来报复，一切因你而起，你却在这里逍遥快活。你觉得左边第2个穿绿衣服的怎么样？旁边穿红肚刀、丰满些的那个的更……你少给我打岔！如此良辰，岂能大煞风景？张田还有你们，不该对我愤怒。往大了说，这是在维护镇狱司的规则制度；往小了说，这是我们那位镇狱官大人和厉千帆的私人恩怨。你我都是小虾米，
终究是身不由己。空山鸟语稀，人语白云稀。潺潺清泉助我心，谈深鱼儿戏。风吹山林细，月照花影移。红尘如梦俱又离，多情多悲戚。望一片幽冥兮，我与月相惜。抚一曲遥相寄，难诉相思意。公子好文采，奴家备好了美酒，不知公子可否上楼小酌几杯？改日吧。竟然有人拒绝红莲姑娘，暴殄天物啊！公子定然也懂音律，改日之后可要多多指点奴家。公请一定说约。一定。想去就去吧，何必勉强？我想去吗？我勉强吗？这小子在哪儿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你可知这升迁的位子就只有一个，你的名头被上面的人听到了，你的机会就比别人大。虽你是身不由己，但我老大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其实正如你所说，这世上很多事本就不讲道理。朕御史争的就是这名与利，不管是美名还是骂名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开始什么？朕御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争名斗利的？哼！我都打算好等你一夜了，没想到你竟然能忍住红楼头跳的诱惑。如果真要等，可不止一夜。等你晋升绝灵境，咱们约个地点。我杀人放火，你刚好出现，惊动吴有为即可。杀人放火不太合适，为什么？平川城狱官吴有为贪财好色，一心想调任升迁。你若在平川城里杀人放火，便是毁他前程，他必定穷追不舍。不如约个时间，你我在街头偶遇。消息上是你放过了我，我认出你也很合理。有道理。对了，那个红衣少女叫尹红莲，来自青莲帮。青莲帮黑白通吃，情报能力出色。情报能力出色。平川城可真不简单。此话何意？先是有前边疆大将柳山河，后是有厉千帆和你。柳爷爷没有上天的事，他竟然知道。这青莲帮的底细太深了。别紧张，此情报到我为止，不妨先说说你所谓何来。我想要情报，妖魔作乱的情报。朕御司太腐朽，我要这些情报去斩妖除魔。请恕奴家无闻为例。各城御司各有地盘，你擅自杀妖是打他们的脸，甚至有些妖魔就是朕御司养的。那这些情报我更需要了。我用你们青莲帮想知道的情报交换妖魔情报。说来听听。血煞帮要找寻根底清白的低级修士，慢培养，进皇宫为东方兰治疗昏迷之症。而东方兰之所以昏迷，是因为皇城地宫有大魔残魂，国师与大魔勾结，驱离了东方兰的神魂。你要害死我！你要害死青莲帮！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现在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你只需要告诉我血煞帮的事情即可。东方兰和那什么大魔残魂，你竟然也敢说出来！我只是想表达我的诚意，我已经将我所知的一切都告诉你了。你就不怕我？你是聪明的，此事若是假的，你传出去便是造谣国师，朕御司不会放过你。若此事是真的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柳山河告诉你的？大魔残魂、国师赵震、东方兰，这些我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血煞帮。这种消息你都知道，看我之前猜对了。你猜对了什么？红楼情报，血煞帮秘密培养年轻天骄，
平川城镇狱官吴有为直奔边界山脉捣毁黑沙帮，逃走了个二当家厉千帆。周峰依旧失踪，疑似被厉且帆所杀。厉且帆放过你，扬言要报复平川城。刘三火追踪厉且帆，此时也在平川城，恐怕会做出过激举动，引厉且帆现身。我的猜测是，你也是血煞帮选中的人，你和厉千帆定有常人不知的关系。你不妨猜猜看。猜不出来。连帆的身份甚是……别说了，我不想知道了。王勇，我让你随便找个理由去教训长青，你就是这么教训的？你已经凝气境9重，只要再加把劲儿晋升绝灵境，便能成为皇级镇狱使。如今孙窟已死，你完全可以取代他的位置。用不了多久，镇狱官大人升迁，我定能与大人一起离开。我留下的人脉资源也都是你的。可惜了，给你机会，你不顶用，你竟然跟孙居身边的孙林一样，屁用没有。我那时渴望获得力量，渴望穿上黑袍，可后来我才明白，镇狱使猎妖只是为了酬劳和攻击。你到底听没听我说话？我这都是为你好。罢了，你先去休息吧。不知大人深夜叫我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听说你要找那个叫长青的小子麻烦。绝无此事，最多是一场误会。误会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其实很看好你，却不知你竟然如此畏畏缩缩。今晚这平川城可比以前热闹。听说有什么红楼佳话？我怎么把这事儿忘了？吴有为对红楼新来的那个叫尹红绫的头狼可是垂涎已久了。长青现在已经进了红楼，正与尹红莲共度春宵，门窗紧闭，灯都熄了。我这次升迁已是板上钉钉，你知道的，我一直视你为左膀右臂，想要带你一起前往内城。可是你应该知道，镇狱司提拔只看功绩，虽然你境界比那长青高，但长青带回13颗妖兽头颅，上面可不会管这是怎么来的，只要他的名气比你大，这调位内陆大城的名额非长青莫属。还请大人指条明路，我该怎么做？红楼是青莲帮的产业，不要进去闹事，把他带到外面解决，然后派人给我守好门。明白，我定不会让大人失望。情报都给你了，你怎么还不走？平川城没有妖兽，只有刘三火和厉启帆，你还待在这里干什么？外面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这里，再等等。有鬼！哪有鬼啊？你看错了。要不我明天再来。吴有为让张田来找你麻烦了，别一副被捉奸的表情。长青，给老子滚下来！边界山脉，你抢了我老大的功劳，这笔账该好好算算了。干啥？我竟完全没发现长青是怎么下来的。干啥？你还好意思问干啥？边界山脉，你抢了我老大的功劳，这一笔账该好好算算了。哦，我怎么抢的？你怎么抢的还要我说？那些妖兽头颅其实都是我老大张田的。厉千帆饶你一命，不过是他忌惮我老大，不敢出现在我老大面前，所以才逃之夭夭了。原来如此。然后呢？原来是个窃取功劳的小人，滚出平川城！我老大本不愿和你计较，有意提下你这个新人，可你却不知好歹，枉费我老大一片苦心，得了奖赏，却只知道花天地。要不你先喝杯茶润润嗓子。你以为没事了？跟我去镇狱司一趟。长青，要不我们跑吧。
反正厉千帆也不会真报复平川城。我不反抗，我跟你走，正好我也去见识见识镇狱司的大牢，开开眼界。哼哼，带走。嘿嘿。紫竹镇杀鸡，血煞帮厉千帆柳大将军，这长青到底是什么人？进来，小姐，镇狱司的吴大人来了。吴有为，难怪张田和王亮敢如此张扬。请他进来吧。哎呀，镇盐官大人，奴家伺候您喝酒。小妖精，怎么？大牢还有密道？我觉得还是得杀了你，以除后患。只是20灵人石而已，何至于害我一条性命？20块灵石，你以为我的目光和你一样短浅？你进边界山脉前，还只是凝气境1重吧？几个月的时间，从凝气境1重到9重，这是何等妖孽！就算是把你关进镇狱司大牢，用不了多久也会把你放出来，留你活着，谁知道你以后会不会报复我？不如你现在趁机反抗逃走，我将你就地格杀。知道真相的不只有你，你的手下以及其他镇狱使都知道。你难不成想把他们全杀了？哼，只要你死了，便是死无对证，他们不敢与我作对。你之前只想要功绩，并不打算杀我。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？反正你都要死了，让你死个明白。你拿了灵石花天酒地也就罢了，偏偏沾上了尹红莲，那可是镇狱官大人看上的女人。只要杀了你，我便是镇狱官大人的绝对心腹。明白了，蛇鼠一窝，沆瀣一气。怎么，你还敢对我出手？也是，你也该反抗一下。凝气境9重，还反抗什么？浪费我的时间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记住，我叫厉千帆。开封掌！拿人者厉千帆。谁呀？这是，还冒充我的名号。斩妖除魔，替天行道，念头不通达。楠楠，快跑！别管奶奶，快跑！不，我要和奶奶一起跑！绝望吧，哭嚎吧，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叫厉千帆。魔道鼠辈，你自己没有名字吗？
你这一剑虽然不错，但你似乎不知道你我之间的差距，只是余威便差点将你烤熟。是谁给你的勇气，敢站在我面前的？垃圾一个也配在这大放厥词？加入镇魔司后，我才知道这个曾经救了我们村子的吴有为，就是那场灾难的罪魁祸首。凡类成精，精怪化妖，就算有灵气潮汐，家主也不可能连跨2级。可镇妖司偏偏就有这种手段，让凡类成精、精怪化妖的手段。吴有为也因为那次的功绩被公开表彰，成功成为镇狱官。吴有为，你这个畜生！你为了自己的功绩纵妖杀人，你该死！怪只怪，我不该清醒！醒醒！你给我醒醒！去救人啊！你不出手吗？我不能出手。我若出手，便意味着挑起了帮派之争。即便我出手，镇狱司也不会领情，他们会倒打一耙，怪我多管闲事，甚至借机敲诈我青莲帮。镇狱司，看来长青说的对，我高估镇狱司了。你不是镇狱司的人，你冒充厉千帆，不对，你就是厉千帆。血煞帮与天火帮仇深似海，你若杀了刘三火，便是为血煞帮立了大功一件。我现在只代表我自己，血煞帮和天火帮的仇与我无关。刘三火在找你，你可知为何？如果被他知道你就在这里，他绝不会放过你。他算什么货色？我会怕他？不过我倒是很好奇，他找我干什么？因为你杀了血煞帮的周峰。什么意思？周峰的人头便是刘三火的奖赏。传闻周峰被你杀了，他拿不到赏赐，自然要杀你，取你的人头回去领赏。还有这种说法？周风明是被常青吸得连渣都不剩了，这锅居然扣我头上了！我是来帮常青立功的，以后才方便相互配合。我若直接杀了他，这功劳就落不到常青头上了。杀了他浪费，不杀也不能看着他继续搞事。想做英雄，我成全你。你好像没你说的那么强啊！混蛋！刹那永恒，烈火剑！以伤换伤，你也配？给我死！小问题，大家不要慌。火马，这还差不多。风聚火凝。等，先给件衣服。我要你死！冒充我，你知道我的名字意味着什么吗？李千帆，
这人头你也抢？我好像明白一些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难怪你会挺身而出。其实当英雄的感觉还真不错。你还说需要几天才能绝灵境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晋升了。既然已经绝灵境，有了灵念，乾坤戒和传讯灵符便都可以用了。好大的空间，比镇巨司前殿还大。你想要一统大陆，恐怕也是因为如此吧。这玉佩不错，哪儿来的？捡来的，可惜破损了。不过原来的品级应该不错，抵挡火蟒不是问题。你为什么不用这玉佩防御呢？我若不在，以后再遇到这种事，可千万别一时冲动。他不用玉佩，是怕玉佩崩碎，我会魂飞魄散。他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大人，吴有为中毒昏死过去了，怎么处置他？你身上有杀意，为什么？10年前，吴有为为了功绩，暗中助凡珠成精，又助其化妖，害死了我们村上千口人。这平川城还真是一脉相承啊！你当英雄当傻了吧？镇狱官你也敢杀？这个历史杀了灭口，其他人不知道你我的关系，对外就说我心情好，放你一马。还有青莲帮，你们应该知道什么情报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当然。至于这镇狱官吴有为，你怎么想的？镇狱官你都敢杀，怕什么？你厉千帆可以为此事负责。我不！你不是要报复平川城的吗？黑沙帮不是吴有为灭的吗？吴有活戳着，张田他们定会反咬我一口，把平川城之灾扣在我头上，我在镇狱司可就混不下去了。吴有为中毒了？是的，他下的毒。没错。你若想要情报，也可以找青莲帮的其他人。有理。哼，那就让他背锅吧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平川城虽然偏远，但吴有为也是镇狱官，我青莲帮绝对不背这口黑锅。放心，吴有为是刘三火杀的，你只是毒晕了他。咱实事求是，不全让你担着。人是我杀的，那正好，你也陪他一起去吧。这是个聪明人。吴有为造下杀孽，死有余辜，我愿一力承担。吴有为死了，我好加入镇狱司。死在王勇手里，尹红莲虽然也要负责，但可以顶住。我顶不住。我相信你顶得住。我不信。我信就行了。我这有疗伤丹药。谢谢，我觉得我可能不太需要。你有特殊体质？不值一提。你就不用去大狱了，告诉我该怎么联系镇狱司高层。镇狱官有特殊的传讯灵符，我们平川城该联系的是樊林枕镇狱官。自己拿。这不太好吧？随便拿一点儿，谁也看不出来，就当是你帮我解决了个麻烦。这个麻烦是不杀我吗？你果然聪明，不杀我并非因为我聪明，而是我还有良知。不要叫我大人，我还没加入镇狱司呢。请问您是樊林城镇狱官吗？不应该啊，难道人死了，这灵符就不能用了？喂喂喂，听得到吗？陛下令我来边陲调查，这里到底有什么特别？这是哪里的镇狱官，如此冒失？
声音还这么年轻，找樊林城镇狱官传讯给我这个提刑官做甚？何事？我是长青，平川城遭遇魔道修士火海焚城，现我已斩杀魔道，因复杂情况，镇狱官吴有为死了，还请樊林城派人前来稳住局面。你在何处？平川城镇狱司。我马上就到。他和你说什么了？他啥也没问，就说马上到。天级镇狱使，只有天级镇狱使的黑袍上才敢绣人名。开玩笑的嘛，这个马上也太快了吧！他该不会是为你来的吧？天人境9重，战力仅次国师赵震。你叫长青？是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这平城镇狱司的镇狱官了。啊？这就当官了？樊林城那边我会通知。至于这尸体，烧了葬了吧。大人且慢，我不做这镇狱官。那就他来做。我只是个力士啊。事情我已知晓。张田说你是魔道，但城中百姓都夸你是英雄。你杀了吴有为，情有可原，敢于承担责任，很不错。你差点秒杀魔道的那一剑，施展给我看看。确实是绝灵境1重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修炼的？1年半吧。你身上的法宝拿来给我看看。哪儿来的？捡来的。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当这里的镇狱官了。这平川城对你而言太小了，你是该去更大的舞台，这便是你的凭证。收下吧，柳大将军的面子我还是要给的。这愣牌有什么用？提刑官是干什么的？提刑官，青云国特殊职位，不属于镇狱司和军方，地位次于皇长镇狱官、军方大将军，与镇狱司指挥使、军方总兵平级。主要职责是监管地方人事、财政、民政、军政，总之事务繁杂，权势滔天。这哪是美差，这简直是催命符啊！夹在镇狱司和军方中间，干好了处处树敌，干不好就是失职。你无需顾虑，有这令牌，青云国敢杀你的，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那是明面上的吧？暗地要杀我的，估计得按武功的腿来算。提刑官10年一换，每次都会选取当代天骄。这一届的提刑官本该在1年前选出，但这届人才辈出，争抢激烈，所以搁置到现在。位高权重，又不属于镇狱司和军方，这是要拿我当挡箭牌啊！我拒绝。可以，我回去之后会告诉皇城4大家族的天骄，提刑官非你莫属。至于你接不接受，随你。我接还不行吗？当个提刑官起码比现在更好接近皇宫，更容易接触东方蓝的肉身。只要继续隐藏修为，不到万不得已不施展神咒，也还是很稳当的。那我这提刑官需要去哪里报道吗？你直属陛下，只需向陛下报道。不过你现在修为太低，皇城你最好先别去。陛下若知道你现在的修为，也不会召见你的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提刑官有酬劳吗？多多少少的，等你见到了陛下，领了酬劳，自然知道。合着就是个画大饼的虚职啊！我是镇狱官了。准备办理吴有为的丧事，我来烧，你来葬。
丹海境一重。你修为如何了？绝灵境1重。吞噬了丹海境8重的吴有为，还是绝灵境1重？你骗鬼呢？之前让你们来，你们不敢来，是害怕镇狱司上面怪罪吗？上头有任命，让王勇担任平川城镇狱司镇狱官，你们以后要好好配合他。他一个力士，若有质疑，可找樊陵城镇狱官确认。当然，我现在是提刑官，我也有资格直接任命他。若对我有质疑，去黄镇狱司找武东来。大人之恩，王勇没齿难忘。考虑到你还需要一些中层来稳定川城城的镇魔司，这张天就留他一命，日后记得好好管教。希望你能一直保持清醒。再不敢忘。那边当官了，一步到位了。本来我都铺好路了，现在立功也没用了。你不是要斩妖除魔、匡扶正义吗？这么看重功劳了？一码归一码，功劳可以让我在镇狱司升官发财，官可不要，财不能少。提刑官也是有酬劳的。你觉得我现在能去找你父皇要钱吗？还是说我堂堂一个提刑官，要带着妖魔头去镇狱司领赏？你不是要帮我去行宫取功法吗？之前是修为不够，现在你是提刑官了，谁敢拦你？那不就是偷吗？都说了，那本来就是父皇赐给我的东西。哼，有剑吗？有。指方向。东方蓝的残魂竟然在他身边，青云剑，青云步，神魂驱离之法，散宫隐匿气息。柳大将军的玉佩，长青的天资，提刑官的任命，难道这才是陛下派我来此的真正目的？需要资源修炼，却取之有道。这个提刑官选对了，只禀报陛下他前往行宫。至于东方蓝的神魂，绝不可说与赵镇听。行宫还有多远？这地方怎么阴风阵阵的？没多远了，就在前面。行宫建在这种阴森的地方，你确定你没指错路？哪有阴森了？说了我小时候来过的。也对，毕竟你现在是鬼，感觉不到阴森很正常。你才是鬼，你全家都是鬼！你管这叫白灵山？我看叫白骨山还差不多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小时候这附近明明只是一处试炼之地。要不，行宫咱就别去了吧，一步功法而已。等你重回肉身一宁公主的身份，要什么功法没有？这里的阴煞晦气太浓了，此地必会滋生实力不低的恶。可以，如果你没把握的话就算了，只要不踏入这片白骨之地就没有危险。那把剑是什么品级的？现在身上满打满算就200-10，可够配我的真实修为，起码得是玄级长剑。不知道品级，那是一把黑色的漆黑，没有剑鞘，也还没开封，看着像把尺子。若是用真气催动，会有乌光剑影，如同剑锋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极其坚硬，天人境修为用天级法宝都伤不了它分毫，保底也是天级。只不过这把剑除了乌光剑锋外，没有如其他法宝一样的增幅之效。但这把剑不限制真气武技的属性，够硬就行。我的各种功法，加上百年一梦的梗悟，威力已经够用。那把剑只要能承受住我的真气就足够了。如此神兵就放在行宫里，没被皇宫收走？因为太丑了，当时被我随手扔进行宫池塘里。因为它比较特殊，灵念无法感遮，所以它现在也还在那儿。
来都来了，走一趟。所有护卫听令，放弃马车，带上全部乾坤袋，与我杀出重围。恒哥哥，我们会安全出去吗？凤儿，放心吧，有我在呢。沈家千金真是瞎了眼，鲜花插在牛粪上，给我滚开！好样的，凤腾，快带我们诛杀出去！都跟上！快走！你们快杀出一条生路，快啊！难道你们要看着沈凤死在这里吗？飓风剑！大家跟我走，快！我们不走那边，樊林城在那个方向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管樊林城？先活命再说。走这边！啊！这帮人瞎了吗？张鹏哥哥，你身上好多血，疼不伤了疼呀？傻丫头，为了你，我受点伤又算得了什么？我真想一剑宰了这对狗男女！火焰剑，飓风剑，风聚火凝！还不快走！少侠，你快走吧，犯不着搭在这里。既然是护卫，为何不顾你家小姐安危，任由那白痴胡来？少侠不懂，若小姐死，我们也必死无疑。长青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把那个叫沈凤的姑娘掳走。好主意！还不赶紧冲杀出去！回到樊林城，沈家自然不会亏待了你。滚！你干什么？混蛋！来人，快给我杀了他！所有人，跟我追上去！放肆！你敢碰我！回到樊林城，我定要让我爹治你的罪！我是在救你。我有鹏哥哥，哪里需要你来救？快去救我张鹏哥哥！若敢迟疑，你们就跟他一起下大狱吧！鹏哥哥，奇怪，绝灵境护卫都招架不住的骷髅兵，他一个凝气境9重的废物，竟然能全身而退。来人，给我将他拿下！你们是听命你家小姐，还是听命于他？当然是听命我家小姐。鹏哥哥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，你们若是敢不听他，现在你们可以绕路回樊林城了。你们最好赶紧给我拿下他，不然等凤儿醒了，有你们好果子吃！
过了，明明是被救了，怎么一点都不感激？若是好人没好报，从此谁还做好人？一粒老鼠屎，坏了一锅粥。我又不是为了有好报才出手救人的，我只做我想做的，该做的。我的信念又岂会因为这些事而轻易改变？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。这个一身反骨的家伙，竟有如此心性。你去白骨林干什么？我提醒你，要去就自己一个人去，结伴也不能是女伴儿。为什么？白灵山曾经有一处乱葬岗，有个少女名叫萧婉儿，与心上人书生何清私定终身。可惜那何清一去不返，萧婉儿郁郁而终，执念使她化作了恶鬼，也就是现在的白骨夫人。那个书生为什么没有回来？是真的抛弃婉儿死了？那何清摔下断崖死了，但萧婉儿不信，始终在白骨林等他。只要成双成对出现在白骨林的人，几乎必死无疑。萧婉儿什么修为？金身境2重。另外，白骨林和樊陵城这一官方林有些特殊的关系。张鹏、沈凤的情报有没有？沈凤，樊陵城第一商会沈家的千金。这张鹏也是血煞帮的，他的事你该问问厉千帆。你在何处？白骨林。你也在白骨林？你在这干嘛？也？你又在白骨林干嘛？血帮有个棋子没有利用价值了，上头派我来杀了他，是叫张鹏吗？宁气境9重的那个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又把我的情报卖给尹红林了？情报是无价的，这叫交换。张鹏是棋子，也就是说，沈凤是被血控秘法控制的。不错，我要借杀张鹏的机会，英雄救美，接近沈凤，打入沈家，从而上皇后家族南宫家的线，提前为血煞帮布局。张鹏是你来杀，你再去接近沈凤，必然会令人起疑。你这计划破绽百出，那你觉得该怎么做？张鹏我来杀，你来一出英雄救老丈人，在沈凤的长辈身上下功夫，稳扎稳打，按你说的来。血控秘法，到时候也交给我。你学血控秘法干什么？你不是要帮厉千帆？沈凤是无辜的，帮可以有很多种方式，但不能建立在牺牲无辜的前提下。只是这样，不然呢？魏深，你原本也不过是一名军中3品副将，竟敢拦我！当今皇后可是我亲姑姑，职责所在，就算是皇亲国戚，没有陛下亲准，也不得入内。就是樊陵城镇一官方林。不是。那你来此作甚？赶紧走，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。你是何人？来此作甚？在下长青，心血来潮，想进行宫游览一番。心血来潮，游览一番，哪来的山野村夫？真是无知愚昧。没有陛下亲准，任何人不得进入行宫。你知道提刑官吗？这令牌哪儿来的？捡来的，你信吗？副将魏深见过提刑官大人。提刑官直属陛下，我知行事，何须向你请示？小姐，刚刚那人他进去了，魏副将叫他提刑官大人。提刑官？武东来竟然选了一个绝灵境1重的废物当提刑官，这是在羞辱我，羞辱皇城4大家族。走，去樊陵城找方林。你是怕我偷东西吗？我在大人身上感知到了一股熟悉的法宝气息，敢问大人是否有一块玉佩随身？有。这玉佩是捡来的。属下不该多问，属下告辞。看来这柳大将军的玉佩比提刑官的令牌好用多了。
找到了，长青，你看，极道功，天级极品功法，这可是整个青云国数一数二的至宝。皇城4大家族，他们都不修青云功，个个都对这极道功垂涎3尺。我敢肯定，我那好表姐南宫连雪这次跑来边陲，绝对是冲着她来的。可惜她连行宫的门都没进来，更想不到这宝贝藏在书房的暗格里。那是自然，此功法讲究纯粹，与我的极灵之体最是契合。有了它，再用青云功加以增幅，我定能重回巅峰，甚至超越以往。造化长生剑，百年一梦，给我开！耗费了1000年寿命，才勉强做到心意相通，没有属性限制，真气传输无损，坚不可摧。但这绝对不是它的全部。跨越空间的能力太逆天了，以我现在的修为境界，就算看懂了，也根本用不出来啊。你也觉得这把剑不太好用，对吧？对不起啊，长青，你帮我找到了极道功，我却让你拿了一把连剑锋都没有的尺子。没有啊，挺好用的。你不用安慰我，我知道，对于你这种逆天的悟性来说，法宝没有增幅效果确实吃亏。不过它没有属性限制，也算是个优点。这书房里还有不少武技和法术，你随便挑，就当是补偿了。其实这把剑远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。难道你发现它的奥秘了？怎么可能这么快？定！这是什么能力？空间？它能操控空间？没错，丈量天地，1尺之间。太不可思议了！如此逆天的能力，能否用于战斗之中？当然，延伸空间可以用于绝对防税。除此之外，它还能天涯咫尺，缩短空间。如果将空间缩短融入我的青云步中，一步跨出，就相当于掌握了空间瞬移的无上身法。融入？你刚才说融入？你该不会是在刚才那短短几秒钟里，就已经将这把来历不明的黑齿剑淬炼成你的本命法宝了吧？怪物，你简直是个怪物！微微有了极道功就能拉近和你的距离，结果你连空间法则都摸到了，我还比个什么劲儿啊？造化长生剑的刹那永恒能让时间静止，震天黑齿剑能让空间无限延伸，时空双重叠加，只要不是绝对的实力碾压，我长青便立于不败之地。别抓狂了，这行宫灵气充沛，可是个修炼的绝佳宝地。本公主绝不认输。你疯了吗？这古树先前凝聚出的那白骨巨人有丹海境修为。我心里有数，我要见见这白骨夫人，问问樊林城镇司的那名玄级镇御使到底被拍哪儿去了。你怀疑这其中有勾结？你以为青云国的镇御司全都是一样乌烟瘴气吗？疑点太多了，那么多白骨巨人，能让一个凝气境9重的张红跑掉，偏偏把玄级镇御使拍得不知所踪。出来吧！天圆地方律令9章，上呼老君收气不降，天师杀伐不必豪强，先杀恶鬼后斩夜光。白骨夫人，我知道你在这儿，还不速速现身？少侠好手段。天清地灵，阴浊阳清，坤元正气，通幽入明。你若丹海境，我或许会忌惮一些。可惜你只有绝灵境，还只是1重。你是皇族之人吧？见过公主殿下。
这白灵山如今成了白骨林，凡是踏足此地者都被你杀了吧？15年来，我从未离开过白灵山，我只在这里等我的情郎何策。若能等得情郎归，我愿任由处置。何景早就死了！我的情郎不会死的，他一定会回来娶我，一定会！方林向我承诺过，帮我找寻何清，他已经有消息了，把他交出来，可饶你不死！方林，樊林城镇狱官。看来是要先打完再问了。杀！你不是想知道我的真实修为吗？那就看好了，请老君神剑，风聚火凝。金身境的偷袭，咫尺天涯，咵！尹红莲给的情报不够全面啊。此白骨名为白夜，乃是被坑杀于此的前朝大将，仅仅苏醒了1年半的时间，他就已经晋升深境了。前朝大将白夜实力堪比当朝方离，交出公主我就不插手，若你杀了公主，我可助你。有你这句话，那我便放心了。前缘有将，顶戴3台，披发原相，真武威灵。弟子恭请北极镇真武无玄天上士御于师相，金阙化身。斩！青云吞天！拼了！咫尺天涯！给我死！现在我们好好聊聊了吗？少小有问，知无不答。沈家商队的人呢？放走了一个，抓了一个，放走了张鹏，抓了沈凤，其他人都死了。为什么？那些人本就是给我的祭品，是方林给我的。之前被拍飞的旋即镇御史方腾吗？跑了，后来发现沈家商队突围成功，又折返回来，将所有护卫全都杀了，将沈凤交给我之后便走了。好一个镇御司，抓沈凤放张鹏，方林到底想干什么？方林让张鹏回樊林城传讯，要沈家拿100万灵石和100死当祭品，且要张鹏亲自送来赎人。1板灵石，100条人命，方林的胃口真够大的。方林答应过我，只要我帮他，他就帮我找和亲。他说他会当上提刑官，权势滔天，找一个人轻而易举。不，他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提刑官是我。还请大人为奴家做主，
你为何就确信何清没死呢？他说过的，他要回来娶我。我会尽力帮你寻找何清，不过那沈凤不可伤她性命，先留在你这儿。至于那张鹏来熟人，他来不了了。大人，为何？因为我要回樊陵城，亲手杀了他。